早上4点多他就起床了，又洗了个澡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这才提着篮子出门。刚走没几步，就看到阿和同样提着篮子站到道边。阿奶让我也去烧香，船也有我的一份子。走吧，新船出海，大吉大利！大吉大利！阿和也笑着附和。昨天猫哥把网送过去了没？回来这2天太忙，前天下午才想起要从系统买张拖网。昨天本想让阿和帮送到船厂，把船厂赠的网换掉，结果这次船厂也不知咋想的，兴许是考虑到他家有2艘同规格的船，结果给配的是双船拖的网。好在林浩想起这事，不然就麻烦了。其实船早在半月之前就下过水，当时是林安国跟陈父2人去世的船。猫哥一早就去了，是看着他们把网装上的，那条双拖网也留在了船上，反正是白送的。2人到了镇上，老猫早已经等在这里。3人到了现船厂，阿和开车回家，林浩则和郭经理办了交接手续，跟老猫一起开着大船往镇码头走。阿浩，这艘船叫什么？林浩家里现在小船叫和平号，大船叫奋斗号。至于这艘船的名字，他还真的没有想过，这会略一思忖，笑着道：希望咱兄弟之间的情谊到老吧，所以这艘船就叫团结号。要不还是要读书呢，你这张嘴就来，哈哈哈！我这就是按小学3年级的水平来起的名，真要按古语中弄个雨龙、盛瑞啥的，那可就不符合了。船到了镇码头，这边早就聚集了不少人，刚靠岸鞭炮就响了起来，而且这一响就没停过。陈东、钱坤、老朱、老童外加几个船工都在，还有村里的老张、老罗都赶过来放了一挂鞭炮，就连大玉也凑着热闹，站在人群之中。林浩示意阿和，这小子手里提着几条烟和一些糖果包，只要在场的，不管有没有放炮，每人都是1包烟1个糖果包。新船到家是大喜，总得让大家都沾沾喜气。制冰的老板阿浩，大早上我就准备了1挂鞭。阿浩，新船出海，大吉大利！说这些话的是码头卖油和制冰的老板，长期打交道，现在大家也熟了。早先林浩说船东是陈东的说辞，现在大部分人也明白了，林浩就是船东。他们猜测陈东兴许会有一部分股份。林安国拿着老太太请的符，在船头船尾各烧了2张，然后又给每个出海的船工都递了1张，让大家随身装着，等到下网时拿出来烧了。阿浩，老叶他们原本要自己过来的，被我劝住了，就让我代表他们各放1挂鞭。不来就对了，我也没工夫跟他们客气。聊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出海前的准备工作完成。林安国看了眼表，又等了几分钟，开口道：吉时到了，出海吧。林浩答应一声，对着陈东道：东哥，这边你安排一下。放心吧。林浩又对着众人说了2句，这才转身跳上了船。开船，大吉大利！老猫大吼一声，众人赶忙附和。下一刻，船缓缓启动，离开港口后，大家的精神都有些亢奋。虽说不是第一次出海，但今天开的可是艘新船，大家都盼着新船能带来更加兴旺的气运。阿浩，我们往南开。老猫嘴中叼着烟，手里掌着舵，还不时拿起旁边的杯子喝一口水，里面可是泡着阿浩送的鹿茸。听说这玩意对男人很好，所以每一口他都喝得很仔细，不像是喝，倒像是在品。林浩自己不需要鹿茸，吃过1回，系统把功效给他加上就行了。如果长期吃，以他现在的身体条件，估计会适得其反。而船上的人，除了大哥，他给了几个结婚的，每人1、2两的样子。毛哥，你先打个电话给我大哥，问他们现在在哪。林浩佯坐在 GPS 上研究路线，实则已经打开了系统。今天的幸运值还不错，足有50多点，方向指的则是东北方向，与之前出发往东南方刚好是反的。其实现在的他在海面上对实时幸运值的要求已经不高，毕竟常见的鱼种他大部分都捕过了，再指望实时幸运值有大收获的可能性越来越低，但说不准了，所以他还是看了一眼。阿平在海沟那边，我们往那边走。挂了卫星电话，老猫说道：船上还有无线电台，但2艘船若是相距得太远，海事对讲的有效距离也才不足4海里，现在肯定是没法用的。毛哥，咱先往东北方向试1天，不行我们再往南跑，去和勤奋号会合。行吧，听你的。林浩撂了1包烟放在舵室，这才走到甲板上，大家还在收拾东西，带上船的桶筐之类不少，冷库中的冰块也需要重新整理一番。开船的前2个小时，大家都很忙的。林浩没有参与，他来到了船头，眺望着前方。今天的天气极好，能看得很远，就是阳光有点强，忘了戴墨镜上船了。海风吹着，比在舵室里要舒服。他看了眼四周，刚好舵室边有一块阴凉，他便往那一坐，背靠着舵室想的是，接下来的事还真的不少。要去一趟下市，一方面是和船厂沟通一下自己大船的进度，另一方面刘中伦这一层的关系还要维护，之后还有要求到对方的地方。龙虎山要不要去？话说老道的养生术真的很缠人啊，对方已经答应传授，自己要是不去学，是不是太亏了？还有东北，冬天去挖参，估计能笑得所有人的大牙，那到时候也是让张哥帮着收获。算了，下个月要是有时间就去，没时间就只能是明年了。去一趟，要是不自己刨一根精品出来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结婚、入错，这些都是事啊。除了这些，那就是天号的启动，投进去近1000万了。
好不容易开始有产出，总得尽快打开市场。至于京城和海外的投资，这些看似金额巨大，但还真不需要怎么操心。心中排着近期的事，耳边却听到了脚步声。阿晨，家里的事咋样了？有需要帮忙的没？是阿和的声音。我又没你和阿浩哥关系那么好，阿浩哥为了你费尽心思，我的事。阿晨说到一半闭嘴了，倒也不是怪林浩，就是感觉有些委屈。阿和的事林浩算是费尽心思，结果到自己的事阿浩哥就一句自己拿主意。不过他的只是这么一说，心中也明白，在阿浩哥的心中，自己跟阿和是没法比的。你以为我哥不想管啊？但你的事和我的不一样，又不是打你一顿事就解决了，还得看你和你爹的心思。我也知道阿浩哥给了我律师的电话，我也咨询了，具体的让我爹拿主意吧。两人所站的位置在侧边，是看不到坐在正对船头的林浩的。阿和可能感觉老问这事有些不合适，岔开话题笑道：对了，听说给你说媒的人把家中门槛都踩平了，有看中的没？林浩会心一笑，他虽看不到阿晨面上的表情，但这回也能脑补出来，肯定是抿着嘴，表现的高冷中又带着些难为情。有一个我妹的初中同学，看着还不错，你不准和别人说。哈哈，放心，我肯定不说。你妹同学成年了没？今年年底满18周岁，家里是开早餐店的，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帮忙。年龄合适，算是定了。船上的几个单身汉现在都成了附近的抢手货。猫哥、柱子、阿杰早已经结婚生娃了，老罗家的条件一直还行，所以阿斯跟阿友虽说没结婚，但早在去年也都定过了。阿斯好像也是年底结婚，阿友则是明年。真正光棍的就是阿策跟阿晨，还有新上传的夏守业。林浩听说阿策家里现在差不多，不少拉媒的上门。之前听嫂子说过一嘴，说阿策父母都快挑花眼了。对于男人来讲，娶妻娶贤就是扯犊子，古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能内切。现在嘛，漂亮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哪怕不怎么会持家，只要漂亮，男人苦点累点也都认了。陈雪家境不错，也是个贤惠的，但要是真长成了丑八怪，林浩早就扛着铺盖卷跑路了。男女爱情的开始，哪个不是因见色起意？阿浩啥时候下网？阿友上前递了一支烟给他，林浩接过点着，摇头道：这里水太浅，再开半个小时看看，忙完你们就休息一下。离岸已经有2个多小时，但因为是往东北方开，等于说是与大陆在平行行驶，所以一直的水深都有。猫哥，下一网吧，不然中午都没有鱼吃。林浩看了眼目前的水深，只有可怜的20多米。其实老猫好几次都想提建议，要不转舵向南，离陆地越远，水肯定会相对深一些。但今天意义不同，新船第一次下水，第一网很重要，自然要听船东的。阿浩，这第一网是不是等水再深些？没事，不讲究这些，什么时候都一样。这一网我就是想捞点杂货上来咱吃，最好能捞些鲻鱼，这个季节也挺肥的吧。鲻鱼这个季节可不好吃，要等立冬才好。老猫苦笑着说道，自己家这老板什么都好，就是这张嘴有点太馋了。那看能不能补点沙尖，味道也不错。老猫拗不过他，只得通过喇叭通知大家下网。林浩也来到了后甲板，几人拿出身上装着的符，统一点着，突然有点像某个邪教在组织某项仪式。话说还是去一趟龙虎山吧，请老道多画点符，肯定比这个法力要强些。等到符烧完，大家都没动，齐齐看向林浩。行，第一网我来。下网差不多有1个小时了，他刚回舵时就听老猫笑着道：那也还行，捞完这一网不管收获多少，如果水深能有70米，咱就再下一网。对了，阿浩，你上次说的机修师还要不？要啊，技术员越多越好。刚好我有个堂弟是学电焊的，也能帮上忙。下一趟他也会跟船，到时让老师傅带着，把船内部构造顺便熟悉一下。这样以后我们大船回来，这2艘船留一个机修员，我们还能带到远海去一个。我找了一个，对方工资要5000呢。这个工资属实不低，等于跟老猫这个船长的工资差不多了。但不管哪个年头，手上有技术的人都吃香，在别人的船上也差不多这个价，所以要的不过分。不过自家的船上有些特殊，要是只给5000块，顶多2月人家就会因为心理不平衡跑路的。心胸再窄点的，跑路之前把船刻意修坏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毛哥，你和对方谈，5000的底薪不是问题。如果他上船之后能和船工一样帮着捕鱼，我也给他利润0.5百分号的提成。哈哈，我估计他肯定愿意要死工资，人清闲点。林浩笑了笑，猫哥说的也是，毕竟不少像自家这么大的船，出海一趟也就几万10多万的利润顶天了，运气不好时，估计1万都难赚，5/1000也就100-200块，再划分到每一天，也就20-30块，是挺不划算的。没事，我允许他有一次反悔的机会。倒不是仁慈，只要对方有手艺，能留下来肯定是最好。又聊了一会，眼瞅着时间差不多，林浩提议起网。随着绞盘转动，大家也都聚到了船尾，都想看看新船的第一网情况怎么样。没一会，挡板被收了上来，接着便是巨大的渔网。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一些，不能用绞盘了，而是要用绳套套住一段网身，挂在吊机上，利用吊机的摆动，将网整齐的摆在后甲板上，一直到网面全部收上来，出现鲫鱼带。
也就是网兜。还不错，看着不少。看到浮出水面的网兜，阿和松了口气道：“不一定，水太浅，附近垃圾比较多。”现在敢说这样话的人，自然是林浩。他说的也是客观的事实。近2年在近海拖网，不管收获多少，网兜里的垃圾至少要占到1半的体积，不管是哪里，几乎都差不多。倒不是说村子里的人不爱护环境，就算他们这边爱护了也没用。海洋是流动的，而且时常有狂风，能吹着垃圾到处跑的。为了增加网兜在海底的摩擦力，所以网兜的设计要比网面结实很多，多层加防挂设计，就像是人穿了一身的吉利服一样。所以网兜不打开，凭肉眼是看不见里面的海货。大概2吨的样子。如此重量，即便有1半是垃圾，在别的船看来也是大丰收了。但在自家的船上，不管是林浩还是所有船工，早就见多了爆网，所以这一网在他们看来也只能算是普通。很快，鲫鱼带调到粪捡区，当拉开网兜绳看到掉下的海货时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头皮发麻。我去，这得捡到啥时候去？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塞尼姆咋都这样？看到导出的网，大家全都傻眼了。出奇的，这里水浅，垃圾不是很多，这一网2/3全是海货，但这海货看着太吓人了，因为全都是小鱼，而且不是一种，看着头皮都发麻。这得粪捡到啥时候啊？别看着了，快点干吧！阿晨说着便拿来几个筐子，当先蹲下身开捡。大家也才反应过来，不管咋样，这也是近2吨的海货，总不能因为难粪捡再重新倒回海里吧？老猫跑过来看了一眼，面上也是又喜又愁。这一网毕竟只拉了不足2个小时，而且一直在浅水区域，大家本没抱有太大希望的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收获，这是该喜。但这一堆的小鱼，谁看到也头皮发麻呀！阿浩，这里的水深有60米了，是不是接着把网下海里？接着下吧。林浩见老猫离开，这才对着大家苦笑道：“本想着拉点鱼上来，大家中午加餐，现在看来我们要饿肚子干活了。天气太热，大家是不可能放下手头的活先去吃饭的，只能想办法抓紧时间粪捡。8号哥，我去拎点碎冰铺上边吧，不然没分完就得臭。”阿晨的心越来越细了。阿斯跑到一边，先将煮饭的器具垫都拔了。哥，咋这么多马口鱼？阿和拿起一尾稍大点的看了眼，确定自己没看错，这才扔到一边的筐里。他口中所说的马口鱼，可不是淡水中的那一种，不过长得也有点像。这种马口的学名叫黄鲫子鱼，是飞鱼目蹄科鱼类，别名有很多，如马口钳、毛口鱼、黄鲫鱼等。一般体长在15公分左右，重量标准的也就1两左右，2两的都算是大个头了。就这还不是1年生鱼，寿命能达到4年之久。鱼肉本身鲜度不错，但鱼小刺却不少，所以不怎么受本地人喜欢。况且吃黄鲫子鱼最好是在春季，春芽冒，黄鲫到，煎着吃，满嘴香，这可是有谚语的。这个季节的马口偏瘦。看到系统的科普，再加上评定的22元美金的收购价，林浩突然有些不想粪捡了。奶奶的，自己的时间有这么廉价吗？当然不捡那是开玩笑，毕竟是收入。阿浩哥，这是啥鱼？阿晨拿起一尾鱼好奇地问道。同样是小鱼，如果不细看，还以为是19公呢，但细看区别还是很大。我这也有一尾。阿友也拿起一尾细看，这鱼他也不认识。底下还有不少呢，说话就说话，手上别停。阿斯训斥着自己弟弟。你什么时候看我手停了？我都捡了半筐，你才干多少？要抓紧的是你。两兄弟的年龄相差不足2岁，估计也是从小掐到大的，所以很有意思。只要阿斯说一句，阿友必然要跟一句。阿浩不说你偷懒，看我回去不告诉咱爹，你就会和爹告状，真有能耐。心情宽松时，林浩还蛮喜欢看两兄弟斗嘴，但烦的时候也是真烦，甚至想着要不要把两兄弟分到2艘船上。这是后河鱼，靠台湾那边多，我们这边倒是不常见。听说这玩意喜欢打洞，跟跳跳鱼一样，这一网能捕这么多，倒是稀奇。本地没有人这么称呼，因为少见，而且生活区域的水很浅，又有打洞的习惯，所以都归为滩涂鱼的一种，实则有很大的不同。后河鱼是不上岸的。更好玩的是，这种是口欲鱼，也就是鱼卵并非在鱼肚或排在固定的水域孵化，而是被雄鱼一直含在嘴里，一直到变成小鱼。等于说，每尾后河鱼都是诞生在爸爸的嘴里，所以它们的嘴与身体对比显得很大。有些人也叫它大嘴鱼。让阿友来，你去把饭做了。林浩直起身，在甲板上边缓慢地走桌边说道。阿斯答应一声，便将水枪递给了阿友。阿晨，去挑几条大的香鱼杀了，随便蒸一下就行。这会已经是下午近3点，大家都饿了，但再饿也不能凑合着吃，这就是林浩的信条。阿和从冰箱里拿出几个易拉罐装的啤酒，一人发了1罐，这是出海前林浩准备的。这天太热，啤酒不仅解渴解暑，还能解乏，挺好的。给猫哥拿了吗？拿过了。林浩也没有说话的欲望了，打开啤酒小口小口的喝着。夏天出海很遭罪，他们这拖网渔船是没办法装防晒网的，因为吊机要延伸在上面工作，搭棚会有影响。船舱里倒是晒不着，但闷得慌啊，还不如甲板，虽然晒点，但有海风。唯一通风好又有阴凉的地方就是舵室，但那地方太小，
根本挤不进这好几个人。哎，自己造的什么孽啊！堂堂一个亿万富翁，在船上风吹日晒，累得跟狗一样，心中不免吐槽一下自己也是个贱皮子。阿浩，吃饭吧。阿斯的话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，刚刚的一点心思瞬间抛开。这会一碗大米饭解决所有，如果还是乱想，那就再来一碗。阿浩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舵室内，林浩和老猫在闲聊。什么问题？老猫面上浮现一丝犹豫之色，似乎在考虑说不说，或者怎么说。毛哥，你这搞得咱俩像是第一天认识，相互不了解一样。老猫笑了笑，挠了挠头道：那我就直说吧，大家跟着船出海，自然是拿每艘船的收入分红是吧？林浩差不多明白了。你是怕分红悬殊的太大？对，到时2艘船，一艘船爆仓，另一艘船收入极少，偶尔一次大家不会说，但次数多了，1年的收入算下来，肯定会有想法的。说到这，老猫又找补了一句：就算再少，肯定也比他们打工或者跟别人的船差，但人就是这样，我这样说你明白吧？林浩微微颔首，猫哥说的在理，也是自己忽视了这个问题。到时另一艘船的人都要想尽办法调到这一艘，那另一艘船的船长可不好做呀。思忖片刻，便有了主意，但他没有直接说，而是问道：猫哥，你觉得该怎么弄？其实蛮简单，我觉得要不就取2艘船的平均值来算，这样大家也不会想着自己拿的少一点了。林浩轻嗯一声，随即又问道：那收入高的船，说明船工也越辛苦，这样又怎么办呢？老猫显然也想过这个问题，毫不停顿地回道：船工除了休渔期的3个月，剩下的时间轮换1次船，反正2艘船一样，平时在一起都很熟，这样就算到时真有你说的情况，那也自认倒霉。厉害，毛哥，这次算了，下次就按你说的来。林浩不吝夸赞，老猫是真的把船上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。老猫不仅考虑到了漏洞，而且还想好了非常可行的解决办法。这样的员工哪里去找？两人又聊了会，差不多休息的时间也到了。起完这一网，咱往南吧。林浩离开舵室前跟老猫说了一句：这次的好天气时间挺长的，他们至少可以作业10天，所以今晚最好能跟大哥会合，2艘船一起休息。行吧，要不你来开会，这一网我来带着他们弄。还是我来吧。林浩声音出口，人已经走到了舵室外边。如果说上一网因为拉的时间短，大家认为是试网的话，那么这一网可就是实打实的，时间够长，水域深度也差不多。要是在都是第一网内收获，那就太郁闷了。这一网刚开始，绞盘的声音就比较吃重些。林浩虽说出海也才1年左右，但因为他喜欢注意细节，所以现在仅凭着绞盘转动的声响，大概就能猜出网兜里的渔获。现在这一网的渔获至少有3吨，但肯定是到不了4吨。林浩抽空看了一眼系统的数据，因为后河与黄鲫子鱼的收获，让实时幸运值下降了10来点，但还有30多点。就在他打算关闭系统面板时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实时幸运值快速的降低，转瞬之间就清了0，而永久幸运值却增加了300点。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这一网有新品种，所以把实时幸运值全部消耗了。系统在上次升级时，兴许是考虑到养殖的铺开，它对永久幸运值的需求量很大，所以从之前每天收获的永久幸运值上限300点，变成了单一品种每天上限300点。如果收获2个品种，那就是600点。像之前那网加一起，它就收获了1400多点。当网都出水的那一刻，全船人的神色都差不多，喜悦中带着了紧张。喜悦的是网都很鼓，说明这一网又是丰收；紧张的则是怕又是上一网的小鱼，再多来几个品种混在一起，能把命分减掉半条去。谁来？林浩看着网都问道：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终居然齐齐的摇了摇头，谁也不愿意解网。这要是自己解出来像上一网一样全是小鱼，那还不得被全船的兄弟埋怨死。林浩没忍住笑了起来。在船上，大家的心思也会渐渐变得单纯，看一眼面色，大概就明白了他们的想法。行，还是我来。话刚出口，他就发力一把将绳结给拉开，随着这一拉，如同下起了海鲜雨，掉在近2米的网都松了闸门，渔获像雨点般砸到了甲板上。鲳鱼，哈哈，鲳鱼鱼群不用捡小毛鱼了。白鲳还是基隆鲳？鱼还在往下掉，现在阳光还挺强，鱼身上的银白色反光，让人一时之间看不清鱼身有没有斑点。要全是银白色，那就是值钱的银鲳；如果带着斑点，那就是不值钱的基隆鲳。两者的价格悬殊能达到4倍，等于说大家的分红也会相差4倍。是白鲳，哈哈，全是大白鲳。阿和高兴地笑着走上前，顺手就拿了面前最大的一尾，看上去应该有2斤重左右了。所谓的大白鲳的大是相对来说的，白鲳的个头是长不大的，正常在20厘米左右的长度，7、8两重，就算是相当不错的，超过1斤，那价格又不一样。像阿和拿的这一尾，那就得看运气了。有时跑遍整个海鲜市场，也难得碰着一尾。一改前一网的郁闷，这虽然要分规格，但比上一网好分多了。最主要的是，它值钱啊！一尾鱼就是几10块，提成低也有0500分号，等于说扔一尾进筐里，自己就能得2毛钱。听着不多，但都是男人，就那手速，1分钟随便扔个70、80尾，
林浩虽然也蹲下开始分解，但总有些心不在焉。不对啊，系统实时幸运值消耗了，说明这一网该有新品种才对。大白鲳可不算新，自己补过不少回了呀。难道是系统卡 bug 了？打开系统想一探究竟，随即便恍然。哥，你在干嘛？阿和见林浩拿起一尾鱼发愣，便好奇问道：阿和，这鱼是银鲳吗？是啊，咋不是？两人的聊天也让其余三人的目光看了过来。阿浩哥，这不是白鲳？阿晨刚问完，又立刻反驳：不可能，这鱼经常见到，怎么可能认错就是白鲳啊？我就随便说说。林浩笑了笑，把这茬给接了过去。当然，他可不是随便问问，因为系统给他的普及，这鱼叫晋鲳，从外形上来看，几乎与白鲳别无二致，根本分辨不出来。不仅外形一样，就连口感都一样，估计得用分子生物学才能区分。所以大家说是白鲳也没毛病，因为这边全是按白鲳来卖的。这一网还真的不少，除了一些垃圾和杂货，仅晋鲳就有2吨左右，而且个头还都不小，妥妥发财的一网。阿浩，这条是状元。阿友兴奋地举起一尾，目测得有3斤左右，确实是很大。快点干活，就挑大的捡，小的不用捡了。阿斯对谁都好，唯独对自己这个弟弟有些看不惯，习惯性地训斥着：你哪只眼睛看我净挑大的了？再说你那臭手，想挑还挑不到大的呢。我看你是皮痒了。阿斯头不抬，手不停，嘴也不停。等把货分完，看我不揍你。别说我犯错，你才能揍我，我又没犯错，你凭啥揍我？林浩突然没忍住笑了起来。因为这两货的台词好像有点熟。阿斯如果再回一句你怎么不戴帽子呢，就更完美了。接近6点，甲板上终于再度清理干净。下午吃的迟，所以这会没有做饭，打算等到8点钟左右再吃。休息了一会，林浩又回到舵室。猫哥，我来开一会，你歇一下。老猫应了一声，让开驾驶位，起身扭了扭腰。阿浩，还别说，你那个鹿茸真是好东西，我感觉我腰的老毛病好像都减轻了。林浩估计心理作用占了大头，但他自然不会点破，笑着应和道：管用就好，你这边喝完再找我要，我还有一点。活动了一番之后，老猫出了舵室，把船检查了一番，确定都没问题，这才重返舵室。阿浩，这天好像不对呀，咋这么热？今天确实有点，等会太阳落山想来好些。林浩刚刚也意识到自己又忘了件事，那就是给舵室和卧舱装几个小风扇。他们的船还是太小，装空调是不大现实的，但几个小风扇并不影响，等这一趟回去再说。今天确实是热，他身上也黏糊糊的，衣服就极少有干的时候。老猫在那调着电台，调到之前与赵平协商好的波段，还是一阵刺耳的噪音。他摇了摇头，只能关了。还是离得太远，用卫星电话吧，顺便让我大哥他们找个岛，不用连夜工作。老猫答应一声，拿起旁边的卫星电话，没一会便传来了林平的声音：阿浩，是阿浩吗？阿平，是我，老猫，今天的收获怎么样？是猫哥啊，我们今天拉了3网，有一网拉了不少的3刀，还挺不错的。对了，我们还拉了一条大毛长，乖乖，有100斤左右，肯定能卖个好价。哟，那是真的不错，我们正在往你那边拉网，大概夜里2、3点钟能到。猫哥，今天这天气不对啊，咋风越来越小？你来前听预报了没？听了，说好几天都是好天气呢。你那边把电台调到预警频道，真有啥问题？海事局那边会发预警的。又聊了几句，这才挂了电话。老猫拉起剃须的下摆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嘴中还喃喃道：风咋越来越小了呢？在海上怕有大风，但更怕无风。如果一点风没有，那么说明要么是老天，要么是大海，肯定有一方在憋着大招。他们装的海事电台，虽说船与船之间的通讯距离不长，但倒是能接收到岸上所发的预警通报。紧急情况下，他们也可以向岸上传递预警，好让岸上派遣人员来救援。阿浩，要不咱今晚少作业一网吧？老猫面上还是带着担心。如此闷热的天，凭着经验，老猫觉得今晚肯定有一场大雨。大雨对于作业渔船来讲，危险系数会成倍的增加。林浩看了一眼 GPS， 魔哥，我们跟奋斗号还有多远？老猫同样研究了一番 GPS，50海里左右，拖着网作业大概需要9到10个小时，不拖网的话3个多小时就能到。林浩算了一下时间，这才决定道：准备收网，收完网才吃饭吧。到时网暂时不下了，全力往大哥那边赶，争取11点钟前与大哥他们会合，找个岛边休息。行，那你开船，我带着他们起网。老猫说着，便转身再度出了舵室，看上去非常的急迫。林浩倒是没啥感觉，但他相信老猫，老渔民的直觉有时候非常准的。退前几年，天气预报根本不准，而老渔民就是凭着直觉和经验，在大海上一次次的躲过天灾。鬼老天！林浩拿起一边的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骂完后又觉得在船上骂老天不合适，紧跟着又来了一句：妈祖保佑。想了想，他又拿起喇叭对着外间喊道：每人拿瓶啤酒，先降降暑，
这一网收拾结束，每人再喝一瓶子藿香正气水，药箱里有我这次买的。没一会，阿和拿了一罐子啤酒走进来。哥，你也喝一罐？咋这风说停就停？太热了！不等林浩应声，阿和又跑了出去。这会在起网，他得过去帮忙。船上之前是8人，现在只有6个，少了2人，作业的强度有了很大的区别。更何况少的还是老手，大哥和柱子都不在，有他俩在的时候，甲板上的事根本不用林浩操心一点。这一网怎么样？身在舵室，听不到甲板上的动静，他又忍不住拿起喇叭问道。没一会，阿成一脸兴奋地跑了进来。阿浩哥，鲳鱼又是鲳鱼，我们发财了。多不多？又是大白鲳？跟上一网差不多，不是白鲳，是更贵的斗鲳。我看到网兜里掉出一条最大的，乖乖，应该有10斤了。这么大？林浩也颇为吃惊。斗鲳是本地的叫法，广东、香港那边称为英鲳，学名叫中国鲳，这是鲳鱼中体型最大的一种。当然没办法和金鲳比，但金鲳严格来说不属于鲳鱼属，而是属于参属，压根不是鲳鱼，口感和真正的鲳鱼也不可对比，差太远了。反正林浩不怎么喜欢，肉厚且柴，吃不到鲜嫩的感觉。斗鲳比白鲳更少见，价格也稍稍的高些，而且个头越大的斗鲳口感就越好，相应的价格肯定就越高。如果真有过10斤的规格，那就能单独上拍了。近2年也没听说本地有人捕到过10斤的斗鲳。今天第一网是小鱼，原本以为没啥搞头，没想到接下来的2网捅到了鲳鱼窝。他看了眼远处的海域，确定不会有问题，这才快速的跑到甲板上看。